宴会上，一位老人深情地看着男人，将一块金表塞进了他手中。不等男人反应，他便迅速地转身离开，只留下众人的一脸错愕。而男人在确定自己并不认识他后，也只当他是个奇怪的老人。可他不知道的是，当老人回到车上，却早已是泪流满面。他嘴角微扬，像是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一般，回到等待了62年的酒店。老人将自己锁在房中，捧着男人刚完成不久的剧本，安详地离开了人世。8年一晃而过，理查德早已成为了赫赫有名的编剧。可最近他的创作却遇到了瓶颈。为了打破僵局，他决定出门散心寻找灵感，像是命中注定一般。就在理查德经过那家酒店时，竟鬼使神差倒回了车，一种强烈的入住感涌上心头。登记完信息，管理员亚瑟带着他前往房间安顿好后，理查德闲逛之余来到了一处展厅，正看得入神，却忽然感觉背后一阵目光投射而来。而当他转过身，眼眸便再也移不开了，双脚也情不自禁地向前走去。阳光透过窗户倾洒而入，刚好落在那幅绝美的照片上。照中人端庄文雅，明艳动人，他只是静静地挂在墙上，就已经刺得理查德睁不开眼。他从未想过，世上竟有如此让人动容的女子。心潮澎湃下，理查德立即找到在这里工作已久的亚瑟，从他的口中得知，此女子名叫麦肯纳，曾是一名出色的话剧演员，而她的最后一场话剧就是在这里上演的。之后的几天里，理查德就像是着了魔一般，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只是日日盯着墙上的照片出神。不知为何，他总觉得他们似曾相识。终于在又一次的失眠后，理查德来到图书馆，几经周折，找到了一本关于麦肯纳专访的杂志。而当他翻开书本，瞧见麦肯纳晚年的照片时，却彻底愣在了原地。不是别人，正是8年前送他金表的那个老人。心中久久难以平静，理查德隐约觉得，他与麦肯纳之间似乎有着一些被自己遗忘的过去，而他还需要更多的资料。于是冒着大雨，理查德找到了这本杂志的作者，同时也是照顾麦肯纳晚年生活的人。可就在他说明来意后，对方却想将他拒之门外。关键时刻，他拿出了那块金表。 Where did you get that? Well, she gave it to me, ma'am. It was very precious to her. She never left it out of her possession.Disappeared the night she died. She died that night? 进入房间，老人告诉理查德，麦肯纳是个十分温柔体贴的人，只是偶尔会陷入自己的世界，整个人都变得空落落的，就像有着无尽的心事。而据认识他的人说，麦肯纳年轻时敏捷风趣且任性，和现在完全不同。而一切的改变，似乎都来自于1912年他的最后一场演出。没人知道具体原因。交谈之中，理查德瞧见一本熟悉的书，正是他大学老师编著的《时空之旅》。 She read that book over and over.打开桌上的音乐盒，优美的音调缓缓而出，而理查德也彻底呆在了原地。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种种巧合叠加在一起，让理查德更加确信他与麦肯纳必然有着某种联系。而想要弄清事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见到麦肯纳本人。找到大学老师，理查德向他咨询了关于时空穿越的问题。根据老师提供的方法，他去硬币店买了1912年流通的货币，将自己打扮成那个年代的模样，并在58同城租了个房子。随后躺在床上，利用收音机不断给自己暗示，提醒自己现在正处于1912年。也不知道试了多久，理查德只觉得满头大汗，心情也变得愈加烦躁。一次次的失败让理查德几乎失去了信心。看着墙上麦肯纳的照片，他既不甘又无奈。就在心灰意冷时，展柜内的一本登记册吸引了他的注意。理查德瞬间想到了什么，他连夜敲响亚瑟的房门，打听到1912年登记册的储藏地点，并在废弃的阁楼找到了他。带着忐忑而迫切的心情，理查德最终确认他的名字的确出现过在这本登记册上，而入住的日期刚好和麦肯纳相吻合。有了坚定的信念，理查德回到房间继续尝试。这一次他很快便沉沉睡去。或许是真的穿越，也或许是前世记忆的涌现。只见窗外光影变幻，家具陈设也变得古朴。等再次睁开眼，房间内早已变了样，狂喜涌上心头。理查德知道他成功了。走出房间，他不断练习见到麦肯纳时的开场白，生怕自己会出了错。可麦肯纳毕竟是个名人，想见他并没有那么容易。好在几经辗转，他还是在湖边找到了他。透过缠绕交错的枝叶，他看见他漫步在湖边，阳光照射下，俨然就是一幅绝美的油画，不忍打破这样的景色。理查德只是静静的相随，而当他们四目相对，理查德的心也仿佛提到了嗓子眼。准备已久的开场白，此刻竟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而这场跨越了70年的相遇，也让麦肯纳为之动容。他从未见过理查德，却又感觉那么的熟悉而温暖。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短暂却炫目。来不及过多交谈，麦肯纳的经理威廉便打断了他们。他带走麦肯纳，并警告理查德不要再打扰他。可理查德又怎会轻易放弃？他紧跟其后，不愿离去。麦肯纳不时地回头张望，他甚至来不及问他的名字。好在理查德混进舞会，来了招生东击西，成功获得了和麦肯纳跳舞的机会。他们开始
始简单的交流。不知为何，对于这个突然闯入的男人，麦肯纳竟没有丝毫反感，甚至内心深处还有一些期待。一曲未散，威廉便带着保安找了过来，而理查德也不得不离开。这天晚上，麦肯纳照着镜子，嘴角也跟着忍不住的上扬开来。他已经很久没有这般开心过了。聪明的威廉一眼看穿，说理查德举止粗鲁，还是不要接触为好。麦肯纳嘴上答应，可笑容却依旧不减。第六感告诉他，那个男人还会再来找他。果然，第二天一早，理查德就敲响了他的房门。 Good morning. 鼓起勇气，理查德提出共进早餐的邀请，可麦肯纳今日有一整天的排练，只得婉言拒绝。理查德不甘心，继续追问道 Will you walk with me? Can you do that much? I can't. Woman, if you do not walk with me, I shall go mad. 几乎是下意识的，理查德顺势握住了麦肯纳的手，但他并没有放开，而是再一次认真地发出了邀请。看着眼前这个撒娇的大男人，麦肯纳陷入了犹豫。抓住机会，理查德继续表现他风趣幽默的一面。麦肯纳看着他，嘴角却开始忍不住上扬，他还是动了心。Yes. 1 o'clock. Outside hotel. It's crazy that. 到了约定时间，麦肯纳和理查德刚准备出发，就看到一脸阴沉的威廉出现在身后。但这一次，麦肯纳没有妥协，而是任性地坐上马车，当着威廉的面潇洒而去。阳光明媚而温暖，他握着他的臂膀，漫步在湖边的青草地上。他们看画家作画，在木亭乘凉，于湖心泛舟，这些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此刻却变得如此美好。他诉说自己的经历，他静静看着他，眼中尽是掩不住的深情。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分开前，麦肯纳告诉理查德，今晚表演结束后，他们就会连夜离开这里。理查德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凑了上去。敲门声响起，威廉再次不合时宜的出现，这种一直被监视的感觉，也终于激怒了麦肯纳。I'm involved with you as an actress, Mr. Robertson. 见理查德想要离开，麦肯纳赶紧叫住他，说会在今晚的表演上为他留一张票。随着帷幕的缓缓升起，麦肯纳的演出也准时开始。前面的一切都很正常，但很快表演就完全脱离了剧本。 The man of my dreams has almost faded now. I can almost see him now before me. Is there any way that I can tell you how my life has changed? Sweetness you have given me. I cannot find the words. Except for these. I love you. 尽管表演脱离了剧本，但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却是更加的感染人心。台下的掌声连绵不绝，而直到麦肯纳弯腰谢幕，眼神都始终没有离开过理查德。第一幕结束，摄影师想为麦肯纳拍照留念，这时刚好理查德走了进来，而就在他瞧见他的一瞬间，快门声响起，那幅绝美的照片由此诞生。原来自始至终，他的微笑都只是为他而绽放。第二幕开始前，理查德收到了威廉的邀约，希望他可以出来见一面。 没有多想，理查德来到约定地点，再一次无视了威廉希望他离开麦肯纳的警告。他被威廉的人胖揍，继而被关进了马棚里。第二幕结束，麦肯纳却始终不见理查德的身影。意识到情况不对，他焦急地想出门寻找，却被威廉拦住了去路。他告诉麦肯纳，理查德已经离开，不会再回来了。麦肯纳自然不信，他在理查德房间等了很久，直到剧组即将出发，他才眼眶通红，转身离开了这里。第二天一早，理查德在马棚中苏醒，他挣脱绳索，马不停蹄地来到麦肯纳房间，却被告知就在昨晚，整个剧团的人都已经离开。一番苦寻无果，理查德的世界顿时失去了色彩，他麻木地坐在长椅旁，久久失神。就在他心灰意冷时，身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猛然起身，笑容瞬间涌上脸颊。他们奔向彼此，紧紧相拥。原来麦肯纳昨晚并没有随剧组离开，而是放弃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一整晚都在寻找着理查德。破开重重阻碍，两人也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规划美好的未来。闲聊之间，麦肯纳提到了理查德那有些过时的衣服。理查德不服，说自己很喜欢那件衣服。说完便把它穿在身上。不经意间，他掏出了当初带过来的那枚硬币。可时间却不再是1912年，理查德顿时如遭雷击，眼前的麦肯纳也逐渐模糊。随着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呐喊，理查德眼前一黑。等再次睁开眼，他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看着周围现代化的家具，理查德顿时喉咙一梗，随后死死咬住沙发，只感觉心脏刀割一般的痛。他回来了，却把最爱的人丢在了70年前。他尝试过想再回去，可除了空荡荡的房间，再无其他。一夜之间，理查德也似乎老了很多。他来到他们相遇的湖边，可这里却早已面目全非。他抚摸着麦肯纳的照片，他知道他一定在等着自己。可面对70年的历史
长河，他只能将头埋进照片，遥寄心中的思念与不舍。相思已然成疾，理查德的心永远留在了70年前。他像个木偶一般，在窗前一坐就是7天。等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恍惚间，透过上方那白色的天花板，他似乎再次看见了麦肯纳。他向自己伸出右手，冲着自己微笑，而他穿着那件过时的灰色西装，终于再次牵起了他的手。倘若时光可以倒流，倘若那时我没有离开，倘若我从未遇见你。可倘若这个词一旦说出来，就会无可避免地和遗憾扯上关联，因为时光无法倒流，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朵花开，每一声问候，以及每一次的相遇。